Hello， 大家好，今天是5月9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特斯拉波段成功启动，这个中期行情难道才刚刚开始？注意，有一个重要压力需要有效突破才能确认。和特斯拉同时出现买点的还有 RKLB， 这是同一个买点，昨天也迎接了暴涨行情，这应该是不少朋友所去关注甚至持股的。一周震荡行情之后，迎接暴涨上涨波段。美股也在本周继续新高，但下周将迎接新的变盘 K 线，这次依旧要关注。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上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23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会来到指数的分析，阿哲还是要再复习一下有关于212变盘，现在有没有出现这根变盘 K 线？而关于212变盘，在某些个股上也出现了。阿哲等一下也会以此去讲一下，像特斯拉、像 RKLB 也有212变盘。后续我们就照常还要讲一下15分钟的趋势分析和15分钟的变盘时间。在了解了指数环境之后，我们再看到个股分析。那么阿哲还是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Huawei、谷歌、微软、MSTR、可口、礼来、AMD、英特尔、APP、SOHL、Meta、RKL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LITE 还有 SOFI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如果您是首次观看阿哲视频的同学，阿哲有一个照常的温馨提醒，你会看到我们的目录当中有比较多的一个内容，所以阿哲的视频相对时长一般会偏长。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股票您都感兴趣，需要去观看完整的阅读，所以也把每一期的内容都制作了一个时间轴。您点击对应的时间轴，那么就可以观看所对应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可以快速的跳转。希望这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那么接下来我们依旧看到目前的212变盘。我们先简单讲一下什么叫212。如果您是新同学，这里可以快速的学习一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变盘信号，也是阿哲在每次市场出现加速产生时会去提醒的。它其实就看 K 线的颜色就行。当你发现市场中有出现了2根阳线，当然这里是2根阴线也行，但是212指的就是 K 线的颜色呈现的一个规律的排列。像最近的行情，1根阴线再加2根阳线，这就是一个212。当你发现你的股票也存在这种2阳1阴加2阳，或者说2阴1阳加2阴的这种排列的时候，我们就注意了，它有可能是一个变盘将要产生的一个节点。那什么时候会变盘？当市场打破这种规律的时候就会变盘。比如说目前是走了2阳1阴加2阳，接下来如果要维持这种所谓的一个规律，那是不是2阳之后再加1阴？所以当时在周四的时候是一根阴线，就说明它是维持规律没有变盘。1阴之后要加2阳，那么当前的市场在周五是一根阳线，那么也就是说还是维持着2阳的一个规律。那么什么时候会变盘？就是打破这个规律。比如说下周一的时候，如果出现是一根阴线，就打破了本来所应该出现2根阳线的规律，那么这就是一个变盘点。那个变盘点它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后续市场的一个变化。好，接下来我们用特斯拉和 RKLB 简单做一个简单的讲解。我们看一下变盘点的一个交易是怎么去看到的。我们看一下实际当中变盘点出现时应该怎么样去观察。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就来简单说一下。阿哲是把2级变盘这个212变盘点直接调取出来了。在图表当中，特斯拉目前所产生的变盘点有4个，像这个标记就是212变盘。一旦出现2根阳线、2根阳线，这里是1根阴线，没有问题。本来这一天应该是2阳的，但它只是1根阴线，所以它就是一个变盘，打破规律了。当这个规律被打破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啊，如果它是一个下跌时出现，很多时候这附近容易是变盘低点。当然，实战当中，如果你要去做买入卖出，阿哲是比较建议你最好把它作为一个区间来看。就如果后续是跌破为主，那么就说明它这里哪怕是低点变盘，它可能也不够力度去产生多好的一个上涨行情。那甚至我们可以以此作为一个交易区间，突破我可以去看涨，当跌破一定要注意止损。那包括这一波下跌时，是吧？它也是一个变盘阴线，而价格第2天就突破了，所以这里我们知道有一个低点变盘的一个机会。这是特斯拉曾经的一个行情走势。那像最近也是如此的，这里出现了2根阳线，2根阳线，这一天本来是阴线，它是一根阳线，所以是变盘。在做变盘交易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去结合趋势会更好，是吧？前面这里是下跌趋势，所以做多头很多时候是反弹。
那么这里已经转为了一个上升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一个变盘点突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变盘点看涨，它是一个顺势的变盘向上的一个看法，所以更容易不是反弹，而是一个上涨。所以当下又是一个特斯拉的变盘点，最新的 K 线在这里突破，是不是依旧延续趋势看涨？跌破就小心，是另外的一个波段回调的一个高点。我们再来看到 RKLB，RKLB 它出现的是不是也是一个股价的下跌？左边呢是一个趋势的上涨，而后回调，最近出现了一个变盘点，然后这一天是突破，所以突破之后价格回调一天就启动暴涨。那像前期的低点的地方是吧，也是下跌，出现了212变盘，这里呢是一个低点变盘，因为它突破了，没有跌破。像之前这里也是，价格呢出现之后，它是首先选择向上突破，但它突破之后，因为本身是向下趋势，所以就只是一个低点变盘的一个反弹，没有什么太多的利润。包括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反弹高点，因为呢它先跌破，而后没有去突破，所以这里是变盘高点，这里是低点，这里是低点，包括这里呢是变盘的高点。虽然它突破了，但后续呢依旧是选择跌破，所以它是一个假突破。这里呢是一个回调低点，突破了没跌破，所以变盘依旧向上看涨。所以以上呢就是212的一个简单应用。很多个股呢出现时，你也可以这么去看，结合趋势会更好。比如说做多最好是上升趋势变盘向上，如果是做空呢是下跌趋势反弹高点变盘看跌看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对于指数就知道了，下周如果周一收阴线，容易是变盘高点，当然最好能够有一个跌破确认。而后我们看到目前指数的15分钟日内趋势和15分钟的变盘时间，我们先看一下趋势的分析。那么当前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日内图表，因为日线上呢，我们平时会看日线比较多，当日线目前是个单边行情，很多趋势类指标在这种过程当中肯定是一个维持单边的一个判断。所以如果你要去看到它什么时候会走弱，什么时候可能会配合我们日线变盘去走出高点拐点变盘高点，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要结合我们日内的趋势分析可能会更加有效，因为日线上你要等到它趋势反转，那很多时候可能已经要跌一波了。所以我们来看到15分钟的一个日内的趋势分析，那么还是一样，我们用的是上海趋势图，这个指标呢是阿直频道算是专门去研发开发去使用来关注趋势的。只要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基本应该都有安装和使用过。在这个指标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中期趋势、中长线趋势和中短线趋势的一个划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图表当中的这个白色线，就是本级别图表中长线的一个分析。当你的股票或者说指数本级别图表你所交易的那个周期，它这根线如果是向下的，就说明这个区间它是一个熊市环境。你绝大部分时间应该考虑的是空方的方向，而不是多方的方向。反过来，如果你所看的个股标的它的龙门线是向上的，说明中长期是看涨的。本周期图表你做交易时，多头的优势会比空头优势要更大，那么做多胜率会高于做空胜率。好，也就是说目前的15分钟白色线它只要还没有跌破，那么当下去讨论它的一个右侧是否反转，就还为时尚早。而如果市场在处于加速途中，什么时候可能会出现减速或出现一些停顿的风险，那么可以看到这个飘带，当市场是一个龙门线向上时，飘带也是紫色的向上的，说明它是一个中短线、中长线都是上涨的，而且处于加速的状态，是很大概率的现象。那么何时这种加速可能会停顿呢？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下，如果飘带被跌破，那么一般就说明中短期趋势先有所改变。那么如果后续跌破中长线的白色线，那么就中长线趋势也会有所改变。所以趋势的改变呢，是从短到中短再到中长期。那么这一波趋势的走弱，它首先先从短线走弱，而后再引发是否会出现中长线的走弱。好，当市场还是一个紫色飘带时，说明它目前就是一个加速环境，基本上日内15分钟还是一个龙门线向上，还是紫飘带，那必然呢是一个短线很强势的状态。那如果它要走弱，首先第一步是中短线走弱，先跌破飘带，出现这种黄色状态，就说明它中短线有机会走空。如果维持这个状态，那么将会调整到龙门线。那很明显，在周四的时候，它只是一波回调，跌破飘带之后就立刻止跌，重新回归我们的紫色飘带，都没有去碰到龙门线，所以当前还是保持一种加速状态。只要日内短线强势加速，那么它就是一个紫色飘带，不跌破龙门线就还是一个中期以上这个加速状态，哪怕有所停顿也是右侧看涨。目前呢，如果要引发市场的一个趋势的一个风险，那么就是下周变盘的时候关注一下15分钟会不会因为变盘点产生下跌而跌破龙门线。
目前龙门线在25487.72，稍后个股解析时，包括 RKB 那种加速的个股，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看一下15分钟的一个走势。在之前的很多次的市场可能走弱的过程当中，它其实都是对于龙门线的一个回踩，并没有去跌破。而当如果龙门线某一时刻出现有效跌破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我们非常要去关注的风险。那个时候呢，不管个股有什么买点，个股有什么机会，很多时候它的胜率就会降低。那个时候就不要再去随便买入股票了。现在呢，还能去找一下有哪些短线个股依旧能够参与。但是目前的阶段呢，我们去寻找个股交易时，也还是要主要去寻找一些趋势良好的股票。比如说，你要看一下你手中的股票是否处于一种状态，我们就还是以 RKB 作为一个例子，就最好它在日线图表也保持一个龙门线还是向上啊，然后在这种龙门线向上时找这种紫色飘带去做这种参与一个买入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才会更加容易出现波段的一个上涨趋势的一个延续。这也是上海趋势图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观察环境的方式，就是只有在龙门线之上紫色飘带，那么找回调的买点，这些点位呢是阿哲比较推荐的，因为它很多时候是比较高概率高胜算的买点。那这呢只是一次再次行情的一个重复，本次的暴涨也是之前上涨回调的一些行情的复刻而已。所以当前的市场，我们依旧呢可以用上海趋势图去找到这种趋势的一个行情，直到呢某一时刻，像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出现破位，开始右侧转弱为止。以上呢就是关于212变盘和15分钟的日内趋势的一个观察。目前从右侧角度，212变盘还没有出现，而15分钟趋势依旧保持良好，龙门线还是没有被有效跌破。所以如果要走出右侧的一个衰弱的一个表现，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所以下周继续关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15分钟的变盘时间。那么在此之前，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和点赞。如果您能够有时间，可以在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留下您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留言建议，那么阿哲看到也会非常开心。当然，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阿哲希望您除了点赞评论之外，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视频底下看一下。有一个订阅按钮，在点击订阅之后，那么就会成为阿哲讲技术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如果您觉得阿哲视频对您是有帮助的，您未来也想要认真的收听每一期视频，不想错过每一个视频，您也可以把这个铃铛全部点开。那么这样的话呢，以后阿哲发视频，您就会首先得到通知，就不会错过了。感谢您的点赞、评论和订阅。那么在订阅之后，阿哲对于新同学也会有一些见面礼。那么刚才所讲的上海趋势图就是第一个见面礼。您只要订阅阿哲了，都可以呢在我们视频的右上角，目前有一个弹窗小卡片，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然后您跟助教说一下想要安装上海趋势图，他就会告诉您怎么去安装了。您安装的呢跟阿哲可能会有点不同，阿哲刚才展示的是电脑版，如果是订阅同学，您装的就是手机版，可以用手机去观看您手中个股它的一个趋势环境是如何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三部分15分钟的变盘时间。15分钟变盘时间呢，是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所去讲到的一个内容，是阿哲认为呢，在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当中容易出现高低点的一些时刻。当然这个变盘时间和212变盘有所不同，但性质差不多，就是它走到某一个节点容易出现拐点，亦或者是加速点的一个时刻。像5月7号的盘前，我们所给到的3个变盘点是9点45、11点和2点。那最后市场呢的一个日内高点是在11点的时候见到。9点45呢是一个加速的中继，市场呢没有跌破它，而是把它突破。到11点时，市场出现了一个强势顶分型，把它跌破。所以一个呢是延续上涨，一个呢是出现了高点反转。2点时是一个反弹的高点，然后出现了尾盘的一个调整。在5月8号的盘前是9点45分和1点出现了变盘点，基本上呢是一个延续点。9点45分出现了继续的一个上涨突破，1点是一个回调的低点，继续向上。所以在变盘时刻的时候，除了看212，我们也可以在每天的美股盘前关注阿哲所发的盘前广播。在盘前广播当中，阿哲也会讲到指数的分析、个股的解析。如果有些个股产生了一些买点，比如说像特斯拉，是吧？我们最近讲过的买点，包括之前的Circle，都会在盘前广播当中，阿哲是持续跟踪的。所以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那这呢也是第二重福利，如果有需要，可以找助教去领取。阿哲要讲一下下周的一个变盘点。下周的变盘点呢，我们在周一时要关注的是10点开盘之后的第二根15分钟 K 线，到时候看一下那附近，如果是上涨出现，容易是高点变盘；如果是下跌出现，容易是低点变盘。在那附近，我们进一步确认是否会出现明显的跌破阴线，亦或者是突破阳线。如果有，那么就更能够确认；如果没有，而是反向再出现向上突破，那这种时候很多时候是向上的继续的延续。
所以下周第一个变盘 K 线，我们关注一下10点。那么接下来呢，阿哲在讲解个股分析之前，那么我们把这个订阅粉丝福利再次的全部的给大家去告知一遍。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记得呢认真收听；如果是老同学，可以跳过这一部分观看个股解析。那么我们如果是今天刚订阅阿哲同学，您在找到助教之后，比如说点开我们右上角弹窗小卡片，联系上助教之后，您记得跟他说一下，您是新同学，您是可以拿到是从阿哲的界面里。第一个呢是上海趋势图的一个安装指标，第二个呢是盘前广播点位的一些解析，还有一些个股的分析。每天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发。第3和第4都是我们的内部课程。如果您是爱学习的，想要去掌握一些知识，更好的去用于实战行情，去优化自己的交易系统的，那么都可以呢好好的听一下每周我们内部不公开的一些直播课程。这里面呢有针对技术分析的，也有针对美股期权的。那么根据不同时间大家安排可以去收听，只要是订阅粉的同学都可以去学习。那么像我们下一周的一个内部的技术分析课程，我们会讲到的一个主题叫做深维交易多空套利。目前的一个市场环境指数高企，但是不是说个股方面完全就没有机会。像有些股票高了不敢追，但是有些股票可能刚处于启动点，又怎么去做交易？那有些股票赚钱之后怎么去高抛？那有些模型如何去挑选出容易暴力上涨的股票？那这都是我们可以在当下行情继续去研究的。所以在下周我们会讲到多空套利的一些方面，比如说怎么低吸，怎么高抛，怎么选股，怎么交易，这些都在下周周2到周5每天的香港时间早上10点去进行一个直播去分享。当然这些都是不公开讲，所以您必须得要先订阅阿哲频道，而后找到助教去报名去参加。只要是订阅粉的同学都可以免费参与，免费学习这些内容。当然除了点击右上角，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找到我们的置顶评论，阿哲也同时把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放在了评论区，大家找到助教。那么大家只要是订阅同学，这种2种方式找到助教都是没有问题的，都可以领取我们的4重福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个股解析环节，个股的第一只标的我们要看到特斯拉。特斯拉目前呢还是按照我们之前所推荐的一个方向，就波段的启动。当然它的买点我们等一下会再去说一下。这个买点其实和 RKB 是一样的一个买点，叫做1点红。我们的内部课学员应该都知道，在最近的内部课阿哲其实都不断反复的强调这个买点，也是阿哲非常喜欢的一种回调做法。而当前的特斯拉是已经越过了之前我们所讲的这个通道，而且确定之前是跌破无效，并且重新站上2次回踩，然后出现上涨。上次我们说过这里是一个 IR K 线，可以做波段加仓。盘前广播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在这一天提醒了，如果之前做了1点红买点的，或者说你错过了想要再买的，其实这个地方的 IR K 线是可以做一个买点，因为它刚好是一个紫色飘带，同时也是一个通道的一个回踩，是吧？而后目前是一个3天短线的一个加速，并且都有跳空，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一种形态的。所以当下呢是在一波相对中期下跌之后，在中期的止跌、中期的支撑附近产生了上涨回调再突破，已经是一个趋势结构。那接下来只要保持这种结构，高点抬高，低点抬高，那么就是另外一波中期的反弹行情，至少是中期反弹行情。而后我们要小心，就是后续再往上挺进时，这里有一个通道的上轨，正常它是压力，因为之前这一波下跌它是已经有效跌破反抽确认之后往下去破的，所以目前是重新站回之前跌破的一个压力线，那么往下挺进就要关注这一个压力线。这个压力很容易呢是一个中期的目标，如果不能过，那么这一波行情其实就是一个中期反弹，到这里就差不多了。特斯拉，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从上海趋势图当中，我们刚才是不是讲了一个变盘点，就最新这根 K 线是变盘点，它其实也是个黄色 K 线。就上海趋势图当中呢，有一个信号是我们做上涨时要去注意的，黄 K 产生时呢，它代表的是一个太过于强劲了，就当前的上涨短线过强。短线过强，它要么就是持续加速，要么就是物极必反。所以大部分情况下的股票能够走出持续加速的小概率事件，8、9不离10。一旦看到黄色 K 线，你再买股票，很多时候短线就是容易不是一个好买点。所以这一波上涨时到了黄 K， 你再买就会偏晚一点，只有小概率是持续加速，所以这种地方就容易回调。那当下又出现了一个上涨黄 K，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干嘛？前面低点买进的，那其实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设移动止盈。就如果跌破，我就开始要做波段止盈，后续到飘带附近再去做加仓。还有一点，就这个点刚好是一个龙门线，我们说龙门线是一个中长线支撑趋势，目前特斯拉其实还是向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之前跌破了，目前站上，我希望它是个假跌破。
这样的话呢，回踩不破，它更容易继续上行。如果这里突破之后快速跌回来，龙门线还是压力，那么这个结构就不太好了，说明它这个中期反弹是在一个中长线下跌的过程当中进行的，那么趋势就容易被压制，那个时候目标位就看不到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通道了。然后这一个买点其实是我们讲过很多次，公开的场合也讲过，就一点红。什么叫一点红呢？当下方的这个上海区波市场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上涨动能，而后回调时只出现一天的下跌动能，这个地方出现一点红，就只有一点红柱，一点下跌的能量，快速被反包，这种地方其实就是纸袋附近非常不错的一个买点。曾经特斯拉在这个地方也产生了，就出现了连续的上涨，然后回调时呢只有一点红柱的动能，这个时候快速的被突破，而后如果能是纸袋附近再加上龙门线，效果会更好。目前的问题在于它的买点是在纸袋上，但是是在龙门线之下，所以它的一个目标位天然会受到龙门线的一个限制，它得要突破龙门线才可以。所以跟之前来比呢，这个买点是一般的，之前这个买点更好，因为龙门线已经越过去了，是一个上涨回踩再出现，这种时候其实就空间会更大一点。所以这里呢，我们需要相对小心跟随一下龙门线的一个范围是否有效突破，这也是关键的一个压力。417.797是目前龙门线的一个价格，涨上去了，得要不破，后续继续往上看。而后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英伟达。英伟达的话，在上次我们是说过，这里其实也是一个紫色飘带，紫色飘带回踩，同时也是回踩了之前的高点震荡区间，所以它这里是一个共振支撑，又出现一个反包阳线，所以这里是买点。不过买入之后，我们说它容易有二次回踩，但当前它是直接突破了压力，没有二次回踩，那么就很强劲。我们之前说过的二次回踩，要么是这里有压力回踩这个区间，是吧？要么是什么强劲的话，就突破之前的高点，这个我们的红色块，好，而后回踩。再去做加仓，反正第一笔买进之后，它一般会给到第二笔机会，这个时候去做加仓，不要去做突破加仓，突破加仓一般风险会大一点，特别是它这个突破啊，它的实体在变短，所以动能呢是减弱的，这个时候回调这个区间不破再去加仓会更好，亦或者它有可能是直接再回到这里，也有可能的，所以这种地方呢可以去等待二次加仓的机会，反正这一个第一次止跌就很强的话，一般是作为一次买点，不要直接在这里满仓买。或者说不要在这里买太多。接下来我们再去回顾一下上海趋势图，在上海趋势图当中，是不是又是一个经典买点？就很多最近的股票，像什么 AMD、谷歌做了一个波段之后，它还持续上涨，那种阿哲其实就不太想去追了。所以我们最近找的一个买点都是同一种类型的，就是回调飘带这种呢，其实是阿哲非常喜欢的。不管是任何的一个行情走势下出现这种买点，都可以去尝试。只是呢，在市场加速时，这种买点可能不是一个强势股，但它至少不会是一个弱势股。所以这种买点，最近像什么阿 KLB、特斯拉呀、英伟达说出现之后，其实都还不错，至少利润是有的，2-3天时间也有接近10%。那么当前呢，就是左高附近出现长上影线，因为这个止跌太强劲，所以我们这一波利润之后，其实如果一旦收阴线跌破这个5月8号的低点的话，是可以做一次短线止盈，等待二次回踩，在飘带附近再去做加仓，做一个波段的启动。因为目前的这个格局，第一波走得太强，指数又偏高位，临近变盘，所以它是有可能走出这种相对复杂的震荡行情，然后再选择一个方向去启动。所以阿哲对于英伟达的一个后续的预期呢，是这里可能会走一个收敛，再去向上，直接走突破，再走加速。另外一个单边波段的概率是极低的，这是阿哲的一个看法。所以这里呢，如果收阴线跌破这一根阳线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做一次止盈，避免陷入一个震荡。如果是直接再收一个强阳线突破，那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二次的回踩，做强势的结构。当下是强势结构的概率性会低一点。我们看到周线上其实也进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所以这个地方它其实也算是一个周线上可能偏高的一个位置。而后我们来看到它整体趋势是比特斯拉要好一些的，因为特斯拉在当边下跌时它是走了一个震荡，那么龙门线呢目前还是向上的，而价格没有去有效跌破龙门线，所以比特斯拉的趋势是要好一些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比特币。比特币当前的一个价格走势就是延续一个单边上涨，当前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是它突破了周线的一个运线之后，它没有出现明显的跌破，还在之前周线的运线上出现这种收盘，周线上收盘。如果周线本周能够收盘过去，至少是一个周线运线的首次上破，而关注下周是否有运线的一个回落，但至少方向上是有一个突破，这样突破的一个力度不是很强，因为它是走了一波单边日内波段之后才去突破这个周线的，因为前面这个周线跌得太快了，
所以当前是正走一个波段再去勉强突破，所以这个上涨是缓涨，前面是急跌，所以急跌缓涨之后，它其实这个里还是阿哲认为是一个反弹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底形成，所以当下呢还是一个短线的一个看法，整个通道呢突破了，股价回踩了，再启动了，所以这个地方它要站稳。不站稳的话，如果再出现周线快速回落，这里就要小心是一个周线运线突破之后的假突破。而从以太坊来看，顶背离是维持的，当然这个图呢阿哲没有去更新，因为它没有太多变化，就顶背离还在出现，还在维持，底背离也在维持，所以这个以太坊在震荡，所以目前做多就是要做短线多头可以做，但做的呢最好是比特币，像以太坊的多头很明显是弱于这个比特币的，所以以太坊呢可能偏空方占优势，做空可以选以太坊，做多的话呢可以挑这个比特币。而如果后续出现多方是修复了顶背离，那么后续呢两个币种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多为主，但还是短线看多，因为左侧这个大跌的一个影响还是比较多的，这里直接走反转的概率是比较低的，还是容易急跌缓涨之后震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三部分的地质标的是扣位。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是扣位的图表，扣位其实也是之前一个买点，你会发现这种买点其实在行情强势时，你不想追一些股票，你买这种买点其实胜率也很高，而且这个收益也不一定会低。价格走势出现了一个紫色飘带，而后是个蓝色 K 线，是吧？紫带蓝 K 加上龙门线的突破回踩，是吧？所以这种地方是一个趋势共振的点，这种点呢做短波段它的胜率阿哲是特别喜欢，因为它其实还很不错。目标位呢一般就是前高突破，如果有黄 K 出现就要小心，跌破就要止盈。所以这一波突破，这一波跌破，基本上中间这个行情利润也是 OK 的，10个点以上。好，所以上次我们也说了，黄 K 出现要小心破位，一破就要注意止盈的问题。所以小波段就是涨一波回调一波，做一波调一波。目前股价又回踩这个飘带了，如果再次出现一个止跌阳线，是不是第二波或者第三波启动？如果继续下跌呢？看龙门线，龙门线如果真的破了飘带，它是不是就类似于我们说英伟达的那种结构，就走一种震荡？如果震荡反抽不能过飘带，那么就容易往下走，是吧？这里就容易是另外一个中期的高点，所以这个地方是要去相对注意一下的。就是这个格局，一旦市场出现了对某个压力位的突破或者说无效的突破，那么往下一旦破飘带，反抽不过飘带，就要小心它会有更深的目标。那么这里目前虽然突破了一个重要的压力龙门线，但它毕竟还临近一个左边高点，在这里出现了黄色 K 线跌破，那如果它也是跌破飘带，反抽不过往下破龙门线，那是不是这个地方的高点也跟之前一样，是要隔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去突破的，而且它要走一段时间的黄色飘带。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趋势的一个影响结构和衍生变化，所以你要小心了。这里我们可以，如果它不破之前的蓝 K 低点，甚至不破飘带，再走启动，我们可以继续往上看波段，这种就是比较强劲的，对于某个压力位，它用多波的方式去消化，但是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压力位快速的去破之前的支撑和破之前的趋势低点，那样就不太好。所以大家在关注自己手中股票时，也可以这么去看趋势。所以上海趋势图呢是阿哲用的比较喜欢熟练，所以里面的很多要素都是阿哲自己去设计添加的，可以让大家去比较好的理解趋势的一个运动转换。如果您目前是新同学，对于趋势还不太了解，可能对技术分析还不太认识，以及怎么去使用去做交易，那么您都可以在安装好这个上海趋势图之后，多看一下手中股票历史行情，可以去回测去看一下，这种买点一般是挺不错的，高概率胜算的买点。如果还没有安装好，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到助教，而后去跟助教去问一下怎么去装这个指标。那么下一只股票我们来看到谷歌，谷歌呢就走单边，这种单边的行情很强势，但是它没有回抬飘带，它也没有给到买点，所以除非你去做追涨，或者说你做日内，比如说你在日线找单边，你很强势，你又找不到日线的买点，它有时候不像之前这种波段是吧，涨一波调一波，涨一波调一波那么好做的话，它走的是加速，这个时候一般阿哲不会去做了。但如果你说一定要去参与这种行情，那么阿哲的建议是你可以调到15分钟或30分钟，就其实日线单边波段它在15分钟内呢，一般表现就是龙门线特别的稳定，那么这种时候你要找一些好的买点，一般是可以找到15分钟的龙门线附近一些白 K 蓝 K 是吧？你会同样的看到这些地方它如果有止跌，它一般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日线加速中的用日内的启动点，当然这种一般阿哲是不太去做的。所以当下呢这种行情一般就是你找日内做可以，但是日线的话其实买点不是很好，就最多就是走一个追涨，
所以当下的这种格局，从左侧来看也是偏向衰竭。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走了2个上涨的九转，第一个九转被突破了，我们说从一个空方的衰竭点就变成了一个转多线、转多点。一旦九转的空方衰竭线被突破，转多线被突破，它容易走到下个九转。那目前的谷歌就是2个九转了。它第2个九转的转多线呢在 408.49， 这理论上来讲，这个左侧它不突破这个转多线的话，当前这个地方就是空方衰竭的地方，一旦有明显的调整，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会容易是回踩飘带的一个高点，除非它继续突破这个转多线，那就继续往下延续看下一个九转，或者说下一个9后13。那目前如果真的这里是左侧衰竭有效，而后结合指数下周变盘向下，那么就容易调飘带。那个时候其实反而有另外一个交易点，所以 367.096 作为关注的回调的一个范围。我们看到这种股票其实周线上基本都来到了一些左侧的一些波段的高点提示，目前是来到了一个阿哲所看到的黄色 K 线，以及呢粉色钻石。粉色钻石是一些波段高点的一个信号，像曾经这个地方是粉色的钻石，粉钻之后如果跌破就确认周线这附近是一个风险点，不跌破的话呢，就说明还具有支撑，有可能还有继续向上的可能性。好，所以这个地方黄 K 和粉钻都在这里寻找一个支撑点。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微软，微软的话当前还是不算很有效的启动，股价呢2次的回到这里之后，这种地方其实不算是很好的一个加仓点因为首先要么是它没有降到飘带，没有反包，没有蓝 K， 也没有什么一点红都没有。这个时候它出现了这一根跳空的上涨 K 线呢，是长上影线的，也不太好作为加仓。所以盘中广播我们提醒的是，它一直都没有比较好的飘带的加仓点，所以这个地方最好能够有一个稳固的实体阳线仿包昨天阴线，这个时候可以做加仓点。现在呢还没有，它只是一个相对的震荡，所以可以继续等待。从周线来看，它其实就是周线反弹黄飘带的黄 K， 不过这黄 K 呢，其实目前是没有破位的，又加上它是一个周线龙门线的小破位再回来，所以有很大机会是一个周线的龙门线附近的假破位，周线龙门线附近的一个中期的行情的启动初期，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直有所关注。所以当下来讲，从周线你可以看出，这里是一波下跌反弹下跌，而后当然中间这里有个反弹。所以趋势结构呢，本来是一个高点降低的，最近呢开始高点有被打破，而后价格回踩又有点不破，所以当下这里是有机会往上继续挺进。那么这种地方一般来讲是有机会成为一个中期以上大级别的一个波段的行情，所以我们在这种地方其实就拿好筹码，看好周线的这种防守位。当下呢在日线走紫色飘带走波段也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可以往下看。至少看到这个龙门线 456.01 这个波段，只觉得是概率比较大的。当然它最好不要跌破飘带，因为它如果跌破飘带，有可能就是一个价格反转结构的2次升幅的回调是有可能的，最好不要出现这种动作，因为它之前这个地方不回调到这里，直接启动肯定更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MSTR 它其实也是走一个飘带的波段，而后周线上呢比微软差一点点，因为它跌的时间太长了，它的一个跌破的一个时间比这个微软要长很多。不过它磨了那么久之后，它也站上了龙门线，而后它的一个飘带周线上临近转变紫色飘带，所以这是慢慢的磨出了一个有趋势反转的一个可能性，也有点类似于这个周线的龙门线无效的跌破，是吧？价格如果能够站稳，飘带转为紫色，那么 MSTR 是不是走一个周线大行情的波段低点也是有这个机会的。所以我们看到日线上的话走稳定的这个紫色飘带，所以短波段可以一边跟一边看周线，目前就是上涨回调再启动，再回调再启动，所以当下至少可以延续看一下九转吧。目前是第6转，晚上可以看一下九转的形成，每天看一下跟4天前收盘价是否能够比它高。而后上方临近的龙门线日线的压力是 197.596， 当下是仿包阳继续看涨，因为周四是关头阴线，而后周五是仿包，所以这里作为关头阴是一个紫飘带上的一个买点。我们下一只股票是Circle就依旧持有待涨即可，这里其实也是关头阴线的买点。买到之后呢，我们可以以这个黄色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它其实目前没有跌破，因为黄 K 的低点它是一个 113.2， 然后周四周五的收盘价都是在 113.2 之上，是吧？周四呢没有跌破，周五就更没跌破，影线在变长，所以这个地方呢并没有去做出减仓的一个行为，因为黄 K 没破嘛。之前低位的紫带蓝 K 突破，这些是2次买点，光头阴线的突破作为第3次买点，
当然，因为趋势行情你是越往上买，仓位要降低的，所以低位的仓位是比较重的，所以这是一个右侧和左侧的区别。就左侧呢是越跌，你买的价格是越多；右侧呢是越涨，你要加仓就应该越少，否则头重脚轻，你这一跌可能就被套了。所以你这一笔买入的仓位肯定要比之前低位的买的仓位是要小啊，而且小至少要1/3以上。目前就还是一个指带上的一个回踩，那么这里如果能够出现一个反包阳线，就做2次甚至3次的加仓都是可以的。所以趋势来看，这口就还是周线看涨，因为它走的是一个周线的上涨回调反包阳线，理论上来讲，指标带上止跌反包，那么应该是看趋势结构向上突破，所以目标可以往上看中期是前高，所以这是对于奢口我们也一直有所跟踪。接下来呢，看一下里来的结构在日线上，我们之前说过，这里是一波应该有9后13，阿紫就不调取了这个指标，这里是个蓝 K 突破，然后黄色 K 线是不要追，容易呢调到龙门线，目前没有止跌，是一个长阴线。我们只要等的是龙门线是否突破有效，如果2次回踩突破有效，不要破飘带，所以这附近只要有再次的止跌买点，就可以作为一个左侧反转之后2次回调的一个买点。接下来看一下飘带的一个支撑是935.016，再看到周线上，这里为什么会容易滞涨呢？因为它周线是一个破飘带之后反抽一个黄色飘带，但是周线是一个蓝 K 的反包，所以当下呢看一下多空的能量，这里其实还不算有效的跌破飘带，因为它只是跌破2根之内就止跌了，所以这里呢其实还行，它只要不跌破之前这个低点，那么这里日线走启动，那么止跌其实是可以参与的，所以这是里来的一个看法。下一个 AMD 跟谷歌一样，也是在走单边，目前走加速，而后它的九转，第2个九转还没有出现，它依旧是第1个九转，所以这个逻辑跟谷歌一样，要么就做其他回调买点，要么如果你非要去做的话，你只能看一下15分钟有没有回踩这个龙门线，如果下次再回踩龙门线，再次有止跌没有去有效跌破，再去看15分钟是否有短线加速的日内机会，否则你在日线上看这种股票就没有必要去追了吧，除非你做每天的日内，不然的话做日线波段的话，其实这种地方很容易买到高点，你买了也不一定敢拿，是吧？敢拿一跌容易被套，所以 AMD 阿直就是保持目前的看法，包括英特尔其实都是一样的，英特尔和谷歌比的话还强一点，因为谷歌目前第2个九转是没有突破，而英特尔它突破了，就你看一下能不能站稳 120.4， 如果这里突破之后站稳了，它不要快速跌回来，那么往上可以继续延续看下一个九转，因为第1个九转它突破了嘛，突破之后往上延续第2个九转，第2个九转突破了，那你往上延续第3个九转，当然9后13也有可能，不过目前只要站稳，那么就延续往后看，然后逻辑是一样的，15分钟的话，它目前离这个龙门线还比较近，比谷歌比 AMD 还要近很多，它就只有之前中途这个地方第1次九转的时候回踩一下龙门线没有跌破，目前如果第2个九转也来到龙门线，如果还是不跌破，那其实就可以作为第2次的途中的加速的一个介入点，这是日内的，不是日线的波段。像我们所看到的最强势的，像谷歌、AMD 啊、英特尔这种相对目前靠前的比较火热的，基本上它都没有调到飘带，所以这种买点回调飘带的买点呢，它不能算是最强的，但是阿哲最喜欢的但往往这种买点呢，一般也不会出现在最强势的股票当中，除非市场很弱，最近的市场比较强，所以一点红回调只带蓝 K， 一般这种股票不会出现在最前排。那么我们看到下一个股票是 APP 的话，当下就还是保持震荡，虽然在周四的时候有大涨，但周五又跌回来了，所以这种股票就是上涨回调做一个短线左高有压力的时候，基本上就短线就这样吧。目前还是一个紫色飘带，所以延续的话做波段也可以看，但这种波动实在有点乱，它的单边多头不强，空头又随时有反扑，所以并不是很喜欢。而且它是在龙门线之下，有点像特斯拉的格局结构但比特斯拉来讲呢，相对来讲飘带要窄一点。多方趋势呢之前强，现在走震荡了。我们看一下它的龙门线是546.438。下一只股票来看到半导体上被做多，那一样的一个结构，一波上涨九转之后一点都没停，价格呢又突破了涨多线。那目前也没有第2个九转，不过它有一个9后的一个13。当下的九转在第6转，所以如果要走下一个九转的话，其实还早，它至少还要再延续个3根 K 线才会有。所以逻辑一样，依旧呢是15分钟。中股票如果非要去做的话，就15分钟看一下龙门线。当然，它之前这一次跌到龙门线，其实一个没有跌破，下一次跌到龙门线看一下，如果直接跌破，那就不要去做；不跌破，在这附近踩龙门线再去考虑。如果你一定要做这种最强势的前排，这种日内的买点再去看。而后我们来看到下一个股票是 Meta。
Meta 的话，这个都快要标记这个红色块了，它走势不好看，龙门线还是压制着，跟这个core位比就差一点。core位这一波跟它一样就没有突破，但这一次呢core位是突破回才有效启动了，而它呢是没能够有效，直接呢跌破了，再次转为一个龙门线向下，而后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这种股票做多的话就特别不应该，最多呢就做个突破反弹，而它如果都不突破，蓝 K 都不突破，这个时候其实它没有买点，这种抄底就没有必要了。我们看下一只股票是 RKOP，RKOP 它的买点就跟特斯拉是一样的，一点红，价格上涨，指标带回踩，它很漂亮，还比特斯拉好一点，因为特斯拉没有蓝 K， 它有蓝 K， 蓝 K 加一点红加上仿包，这种就是多重的共振回调买点。就特斯拉呢，它是没有蓝 K， 但它有一点红，它呢是蓝 K 一点红都有，所以就更好。但有同学可能也会看到这个地方也是一点红，是吧？它也一点红。但它上面没有蓝 K， 没有纸带，所以它只是一个黄色飘带的反弹。有时候呢也不一定都是一点红，它有时候也是2点红，就1点红2点红，其实都可以。就只要是紫色飘带上就可以关注，它最好离这个龙门线越近越好。这里是2点红，这里是3点红，是吧？紫飘带回踩，这是2点红，这里回踩，这是3点红。其实1点红、2点红、3点红都没有问题，只是1点红的话会更加稀有，所以它的胜率会更高一点，因为它出现频率少嘛。像最近的股票里面就只有特斯拉和 RKOP，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龙门线附近出现了紫色飘带，股价回踩，这是1点红仿包，是吧？这种小波段，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可以以后都可以多看看，有这种买点的话，离龙门线又近，又是纸飘带的都可以关注。最近这一波很多同学应该都买了，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拿得住就是了，因为它震了1周，如果震1周没有破止损之前你卖了，那可能就真的会卖在加速之前。那当前呢是一个加速呢破了之前的九转一破，因为它周五是一个大阳线，一般这种波动很大的大振幅 K 出现之后，它容易走震荡和小高点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买就晚了。所以阿哲一般喜欢的是做回调的启动附近，启动之后一般考虑就是止盈了，而不是去追涨。如果你追突破这种地方，其实还是风险性很高的。它当前又走了一个新高，那从周线来看又是一个黄 K， 只要价格是一个上涨的黄 K， 特别是周线上的，其实这种地方你再去考虑做波段中长线就相对偏高了一点。所以日线我们看到接下来要么找止盈，还想找买点，这种加速之后的你要看一下是否有机会在日内的飘带回踩去看。如果它连日内飘带都是回踩蓝 K 不破再反包，这种一般来讲可以作为日内的追涨点，比较激进，但是它是有机会再把握后续的行情的。像这种你就等不到它回踩这个龙门线了，因为离得比较远嘛。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台积电，台积电的话价格走势一波上涨，你看台积电前期是不是也有这种3点红、2点红，好像没有1点红，但其实也有这种特征。就一个紫色飘带上涨时，它总是会有这种买点产生，而这种买点呢，做波段的时候其实挺好去关注的。现在呢是一个强势行情，它都没有回踩飘带，是吧？它一次回踩都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只能去预判价格在飘带附近出现了反包阳线，反包阳线去看涨。最近呢有一个反包阳线，反包之后它目前回踩不改变趋势，因为强势阳线之后，就像英伟达的看法，就强势止跌之后，它其实回踩是很正常的，所以台积电这个地方也算是强势突破之后的一个回踩。当下呢没有破这个阳线低点，整体就还算正常回踩，再次启动止跌阳线，指标带之上也是相对维持看涨，只是它离这个龙门线是偏远的，所以它肯定不算低位了。所以周线上看呢，它也是一个黄色 K 线，所以只能说做趋势看涨时的短波段回调的买点而已。下一个 PLTR 就跟 Meta 一样，甚至比 Meta 要弱，因为它是龙门线之下黄色飘带，整体是震荡，不算特别的下跌趋势。但市场在走强劲上涨时，它是一个震荡的话，本身就偏弱。我们在上期是不是讲到这个地方是一个笑脸，之前是一个哭脸，就是这种笑脸哭脸出现的时候呢，如果后续是不创新低，一般就看反弹；不创新高，一般就看市场的下跌。所以目前是不创新低，而后看反弹，黄色飘带，黄飘带有压力，这里呢反弹一旦结束收阴线，将继续看跌。所以 PLTR 这个黄带压力是140.694，没有过之前收阴线下跌顶分型等等都要小心，特别如果是直接一根阴线跌破之前的低点，那是不是往下继续看容易破新低？而后我们来看到
美光科技。美光的话，趋势整体是一样的，就跟我们刚刚所讲的那几个强势股是一样的，是吧？基本上都不回调飘带，不回调飘带的话，它不给好买点，那基本上你就不要买，是吧？你如果非要去做买点，只能够做追涨，就做加速。这个呢是阿哲认为可以做，但是没有很多必要，因为有很多股票嘛，不一定非要找这种股票。如果它没有这种很好的买点，股价上涨回调，有一个蓝 K， 有一个2点红。是吧？如果没有这种买点，我就找有这种买点的，不就行了嘛？啊，如果它就是要走单边上涨，那就换只股票。如果你一定要做它，那你要考虑好，你就只能做追涨。这种单边行情就不太好去做二次回调了。它很多时候走的就是震荡，它都不调飘带，走震荡，然后再启动，它走的都是震荡的一个回调。目前是突破了9的一个转多线，然后又走一个9，又突破9，所以目前依旧往上连续看涨。它这种衰竭点就不好找了，因为它2个9都突破了，只能往下继续看下一个9或者是13。而15分钟的话，它也是在回调过程当中很少去碰到龙门线，之前震荡时碰过一次，是吧？指标带上碰过，就刚才阿哲日线所画的那2次，基本上都是这些地方。所以它如果下次碰龙门线，可以看一下，它呢有可能是继续的走那种延续上行，但必须要不跌破龙门线，跌破龙门线就算了。然后下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的话也整体是在飘带之上走延续，没有去回调飘带，但是它是在刚刚我们所讲的几只股不回调飘带的股票里面最弱的一个因为它走了第一个9转之后，第二个9转其实就走弱了，就很明显的这种一波加速之后走震荡，震荡时走到第二个9转，第二个9转目前它的衰竭线，它的转多线一直没有突破，而后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相对圆弧的地方，所以飘带没碰，但是已经 K 线是走缩短，所以看一下能不能撑得住这个紫色飘带 265.057， 再看到15分钟，它是不是就经常靠龙门线了？而这波加速之后，后面走减速时是一直沿着龙门线回踩不破，回踩不破，一直沿着龙门线在走。如果这里龙门线开始被跌破，反抽上不上，那么就是不是开始走弱，需要靠近日线的一个飘带。一旦日线飘带也撑不住，那是不是要走弱了呀？如果撑得住，那就有机会继续往上看。不过到时候再看一下有没有买点。下面的个股呢，我们看到 AAOI 这个股票，我们说的是也是一样，就是股价2次回踩启动过走高走弱，所以要止盈。目前回调在这附近，如果再止跌收阳线，是吧？我们继续看过走高，再看机会。但因为这个股票它已经维持很长时间的紫色飘带，然后周线上呢又不是一个低位，周线上是不是走到了一个9转之后，目前在延续第二个上涨，但是周线上出现一个类似运线的动作，所以当前它的位置就是偏高的，这种时候又跌得那么狠，一根周线，所以整体来讲就那样，最好能够等待一些比较明确的买点，比如说之前这种低位出现1点红的时候，或者说出现几点红的时候，以及或蓝 K 突破的时候，这种地方的买点是吧？如果有在这里出现，那也可以，不过目前是没有。而后我们来看到6ITE，我们在上期就标了一个红色块了，因为它没有去突破这个黄色 K 线延续上涨，那么这个黄 K 的地方，只要它消失走弱黄 K 只要出现了，特别是过了走高之后的黄 K， 然后消失走弱，这种就容易出现回调。好的话呢，只是回调；坏的话，可能就直接破飘带。所以目前看一下飘带能不能撑得住，能的话反包阳线继续看一个趋势波段，如果直接跌破，那就小心了。就要看一下它的跌破的力度是否有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飘带的下沿是867.925作为支撑线。现在这个股来看到 SOFI 这个股票是不是也是一个弱势的方向，走了一个龙门线向下，然后整体没有什么指飘带，偶尔出现而已。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整体是一个空方的，是不是跟刚才所讲的 PLTR 等有点类似，跟 Meta 是不是很像？也是运线，也是蓝 K 没能够有效突破，也是紫色，也是黄色飘带下的一个反弹。目前整体就偏弱，它除非能够突破母线，这样的话上方还有一个压力，就是147.084，所以整体这种格局下做多就不太好去做得太远，这种就是趋势的限制。那么以上是5月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